很讲究吧，很讲究的。把这个抖出来，然后终于就结束了。现在是半夜12点半，所以呢，大家不要看我平时的视频都是几分钟的，但是它这个剪辑就是很费时间。大家看到没有？现在街上一个人都没有。虽然现在街上没有居民，但是有警察叔叔陪我们这些晚归的人，辛苦了，警察叔叔。那么你们知道为什么西藏的人吃完晚饭后就不敢上街吗？今天就告诉大家，来看看西藏的夜生活。Hello， 天天公他们3个中民，家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藏族姑娘卓玛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现在是西藏的晚上7点钟。我刚拍完白天的视频，然后现在准备去吃个饭，然后去剪辑，顺便呢给大家看一下西藏的夜生活。大家看，现在西藏7点多还没有天黑，尤其是夏天的时候，我们这边9点半才太阳刚落山。现在是西藏这边的下班时间吧。西藏这边的话，就是早上跟晚上有一个特点，尤其是晚上。风吹得特别的大，然后就特别的冷。我现在都穿了好多件衣服，我还穿了一个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围裙。看我穿的这个是我们这边的一种是围裙吧，然后里面都是那种毛茸茸的，然后就特别的暖和。看这些小朋友都在这里玩耍。穿上这个围裙之后，就多大的风我都不怕，因为我的话就比较怕那个腿冷嘛。现在我们要去那个林芝社区最热闹的那个大街上面吃饭，由于林芝社区并不大，我们走路可以过去。现在在这里吃一碗热腾腾的面，因为今天确实特别的冷，然后就热乎热乎。我刚吃了一碗面，就花了18块钱，大家觉得这个贵吗？他们家呢是做米线的，算是整个林芝米线店最好吃的一个。大家如果到林芝的话，可以去尝一下。这里呢是工部印象，也是林芝这边最热闹的一个街道。这边呢大部分都是吃的。如果大家到林芝来，不用担心不符胃口。这边呢也比较热闹，每天晚上都有人在这里跳广场舞。我现在也准备去热热身，走吧。我们这边跳的都是西藏的锅庄舞。现在到蜜雪冰城去买杯奶茶，为一会儿的自己补充个能量，走吧。我呢现在进入工作状态了，我要去网吧剪辑视频了。我平时的话呢都是在手机跟电脑上面剪辑的，但是如果有相机素材的话，那个笔记本电脑太卡了，然后不得不去网吧，因为网吧里面的话就比较快。我平时都在这个网吧里剪辑，因为这个网吧是林芝最便宜的网吧，1个小时4块钱，条件还可以。我的家乡日喀则的话，一般的网吧就1个小时9块钱。走吧。我们现在把这个剪辑软件下载下来。我一般的话都是用剪映或者是 P2 剪辑的。大家看我戴上眼镜了，因为我的就是近视嘛，然后平时看电脑的时候不戴眼镜的话，眼睛真的特别的痛，我就戴上了眼镜就好多了。那我们平时在网吧剪辑时最烦的就是电脑它出现一些意外，然后直接就是自动关机了。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的前面剪完的全部都没有。那对于我们这种剪辑的人来说，真的是心态一下就崩溃了。把这个抖出来，然后终于就结束了。现在是半夜12点半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要回去了。
大家看到没有？现在街上一个人都没有。在西藏林芝的话呢，晚上10点以后几乎大街上没有人，商店也全部都关门了。我记得之前我去广州的时候，大半夜2点左右，街上人特别的多，而且车子也很多。整个西藏到了晚上，几乎在大街上没什么人，包括西藏拉萨。那么你们知道为什么西藏的人吃完晚饭后就不敢上街吗？西藏的夜晚显得格外安静，冬季的温度骤降，伴随晚上的风，人们宁愿裹在被子里，也不愿意到露天的环境吃苦。所以西藏很难看到北上广那样的夜市，冬天是因为天冷，而夏天则是因为人少。核心的原因还是花样少。作为一个新发展地区，很多娱乐项目西藏没有，所以对于西藏的人来说，吃完晚饭然后聚集在广场上跳舞就是最好的夜生活。现在这个时间只有酒吧和网吧有人，这个也是西藏人唯一的夜生活。当然还有西藏特色的朗玛厅，来西藏必玩的地方，下次卓玛去拍摄。Hello。我现在已经到家了，准备睡觉了。长按点赞进行强烈推荐，点个关注不迷路。祝大家好梦，拜拜。长津湖之水门桥这部电影和现实里不一样，卓玛知道当时的情况更艰难，最可爱的人用钢铁般的意志打败了最强大的敌人。那段历史值得我们谨记，不然怎么有现在好的生活？前辈们为我们打下了基础，在如今这个和平时代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目标，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一个个奇迹，这就是奇迹笨小孩讲述的故事。Hello， 家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藏族姑娘卓玛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这边呢就是林芝最繁华的商业街，但是过年期间也没什么人。过年期间最重要的娱乐活动是什么呢？就是去看电影。春节档呢已经成为了我们最重要的节目之一了，所以呢今天我就去看个春节档的电影。今年春节档全国票价都比较贵，然后我们西藏这边是40块钱一个，那你们那边是多少钱？奇迹笨小孩的导演是我木野，这是他的第2部作品，第1部是我不是药神。千万不要看男主角叫易烊千玺就觉得这不是一部好电影。易烊千玺虽然比卓玛年龄小，但是从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开始，这几年打磨的演技已经非常优秀。在《奇迹》这部电影里，易烊千玺不再是偶像，而是值得我们喜欢的演员。其实电影要讲的故事很简单，失去父母的男主角带着妹妹独自在广东深圳生活，因为妹妹的病努力创业并创造奇迹的故事。面临的奇迹有2次，第一是男主，第2是深圳。卓玛去年第1次深圳，如果当初没有了解，只以为这里是一座特大城市，繁华的景观一处接着一处。但是10几年前，深圳竟然只是小渔村，也就是深圳为我们诠释了一切皆有可能。深圳的小人物有很多，电影里像男主角这样的一抓一大把，为了完成自己的目标，深圳的人每天都在拼搏。到广州和深圳看到城中村，就知道他们是不怕辛苦的人。深圳就是一个因为时代的变化发展起来的城市。我爸我妈就是在深圳打工的时候互相认识，然后发了。电影对于普通人的描写非常真实，比如男主角挂在高楼大厦擦玻璃。我去过广州时亲眼看见过第1次，听说工资很高，但是一般人还是不敢轻易的尝试。卓玛在电影里看到了什么呢？现在我们的生活好起来了，不然也没有北上广深这样的特大城市。男主角创业，深圳给了他提供了条件，什么人都能找到，机会也能把握。深圳所有配套都是完整的，这是优势。生活在深圳的压力很大，但是这也是创造了动力。我觉得这部电影表达的就是祖国为深圳创造奇迹，而深圳为每个个体创造奇迹。我们也擅长刻画人物场景，这部电影总体来说不单薄，因为卓玛也在创业路上，所以代入感很深。现在我又赶电影院了，
白天的时候就看了那个《奇迹笨小孩》，因为上次看了长颈鹿的上部分嘛，今天晚上就看下一部分。因为留在明天的话，它那个票价它就会翻倍了。林芝有2个电影院嘛，然后一个电影院现在已经满了，然后这边刚好就有1个座位，然后就直接票买了。看完《水门桥》这部电影已经是深夜12点了，街道上并没有人，只有五彩斑斓的夜色，而这个夜色就是电影最后的彩蛋。从电影院走回家，内心就是心安。西藏是地球的第3极，处于高原的它不容易。现在把西藏的房子修得这么漂亮，高铁、飞机、高速路应有尽有，是因为广东、浙江、江苏那些发达的省帮助，而他们的繁荣也是前辈们努力的结果。如果广东自己不强，又怎么帮助西藏？青海这样的地方，我们之所以厉害，就是因为团结，大哥带小弟，才让第3极变成了全国朋友可以定居的地方。一播完之后，我转头看背后的藏族大叔，双眼热烈盈眶。他内心所想的就是我说出来的。生活在西藏，由其自豪到感谢各省兄弟姐妹，更致敬先辈。祖国现在越来越好，但是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高铁速度越来越快，我们坐上自己的复兴号。我们现在还做出了自己的客机，除了波音、空客，希望早日坐上 C919 客机。厉害了我的国！